这个点心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今天的天气好，今天的天很热，有灵魂都在了，完全是芳草了。全听你说。那还会讲说哦，虽然他长得不是最高，不是很像模特儿，可是他就在别的地方补充了他的不足。听到这种东西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回去问你妈妈，说福报是长什么样？哎，那我了解他们在说什么，因为我真的不是那种哇，一站出来，大家就会觉得说哇，这个女生很漂亮。然后刚开始我进来演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很多女生坐在那边，大家都不会看到我的。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妄自菲薄，或者是被外面人定义你不好。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再给自己加分跟信心？我觉得可能我可以走不一样的路线吧。我不需要是最漂亮的，可是可能大家觉得我很亲民，他觉得我很亲切，他们喜欢我，我觉得这样也是挺不错的。非常好，你要知己知彼，因为很多时候就可能给自己否定掉了，因为是外界的定义。哦，不只是星二代，我是觉得在整个新人排列当中，你也算是演技最精湛的。谢谢。是，所以在演员这一行，他们有分两种说法，一种你要做明星，或者是你要做艺人。如果做明星，你就要被包装起来。哦，那我想要当艺人。OK。就是要走实力派的，为自己设想比较长远，所以Shandel就有发这个明星梦，然后就大学毕业就签了新传媒，也是因为在 Z 世代的表现非常的好，得了最佳新人奖，然后就被新传媒给看到。进来之后跟妈妈成为同事的感觉是怎么样？还好啊，拿反对 Mom call me I call you 阿姐 you call me 阿妹。我很开心哦，很兴奋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觉得自己长大，心里也更踏实了。这3年，你在1年半之后就尝到了这个丰硕的果实吧，你们就这么说。然后当中你还有挑战非常大胆的，就是在 Channel 5，你跟炯江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突破。你看他叫我问哦，你问他为什么敢接这个戏？我只是一个傀儡，就是那个剧情稍微大胆，是属于一个新人。不要说年纪尚小，因为你要讲的，你是一个艺术家，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，年纪尚小，新，然后还有妈妈的压力哦。你怎么样去克服那个困难去接这部戏？其实说真的，我刚开始是不想接的，因为我看到他的剧本真的很露骨。所以我就很担心，我觉得我自己演不好，我就有跟他们说，要不然我们改次有别的机会再来合作吧。可是他们就非常有心咯，那个导演就坐下来跟我讲说 ，OK， 你到底是哪一段不舒服？然后最后把我不舒服的全部都剪掉了，就是没有拍到。比如说他可能可以剧情夸张到哪里？有床戏，激烈的床戏，我全部都讲，我真的不舒服。我觉得我的 max 就是 kissing。所以到最后，他们就拍我跟炯江在那边 kiss， 然后就 pan 掉，呀。然后炯江 OK 吗？OK， 他 OK， 呀。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状况拍了那几场戏，他全部都讲得很清楚。OK， 等一下我们会这样 ，OK 吗？然后就 OK， 然后就拍完了 OK，Are you OK？ 然后讲呀 OK， 然后我们再 move on。很专业。对 ，OK 真的入行之后。跟所有的同事啊，以前长辈之间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？可能以前从小就习惯叫阿姨、昂哥。我以前刚出道的时候叫向英姐叫阿姨，真的。向英姐是我第一个访问的嘉宾我主持人训练班，然后陈大哥我叫叔叔，真的，你想个屁！那我也是这样好像我以前就会叫她怡凤阿姨。现在叫你凤姐，对，现在会改成凤姐。向云阿姨。可是我现在看到她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 testing 你年龄大不大？问这种小朋友。千亿大哥，昂哥千亿。你看素成大哥，你完了。后任，懂为什么吗？后任大哥，有时候也叫昂哥后任。就是如果合作过，然后觉得很舒服的话，然后他们有讲，哎呀，你直接叫我昂哥就好，我就会继续这样讲。
然后昂哥千里来是从小就在我家教我补习的一位叔叔，他是所以跟他很熟呀。这些东西名称的变换呢，是你自己去学习、去感应，到底哪里该进步，哪里该退步。对，刚开始叫的很 confident 的，就是嘿阿姨 morning， 然后就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对，然后现在又开始长大了，所以就会改。在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因为我也触及不到你们这些戏剧组一大挂年轻人，在这些当中，你觉得你们都相处的好吗？因为阿姨已经在很晚的后面了，没有人会在我前面出白灯嘛。所以现在年轻人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竞争，或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感染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、太离谱的，我觉得还好。如果我现场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就会直接讲。那在片场有没有一些同事，新一代的或者比较不熟悉的？给你制造一些麻烦，让你觉得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误会。OK， 我觉得刚开始的话，大家还不熟悉我这个人，然后我觉得我是讲话比较直的，所以有些人对我有一些防备心。我觉得多多少少我都会听到，可能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会讲说，闪跳你懂，我在外面听到他们讲你什么什么。你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会不会很难过？不会。那你会采取就是除了去了解以外，然后会不会去尝试远离这些人？其实我很少跟人接近，我觉得我真的是要觉得说我跟这个人很舒服，我才会跟他成为好朋友。那在演艺圈会不会很难交到朋友？我觉得做人很难交到朋友。做人很难交，还是演艺圈？就是演艺圈还是圈外，都就是真的要有缘分。OK， 真的要缘分才可以遇到一个就是谈得来的好朋友呀。然后我又是那种我真的觉得好朋友1-2个就够了，也不需要太多。在现在圈内有比较熟的或比较好的闺蜜吗？有。谁？我觉得谢静怡、 Kimberly、Edwin、Aden 都是比较谈得来的。但是这2个都被人家误会说你们是有拍拖有可能吗？没有可能啊。OK， 徐彬、Edwin、Adam 这3个人有没有是你择偶条件的其中的特点在？可是我不想跟圈内人拍拖。为什么？圈内人很帅嘞。没有阿姨的话是不能听的，是乱来的。OK， 我们就借由他们，因为是他们好朋友嘛，好，把他们个人的特色拿来，就是我会是以后你择偶的标准，顺便来 promote 一下你的朋友。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，然后他也很细心，因为他I think家里有2-3个姐姐，所以他就很懂女人，对，很懂女人，很会跟女人聊天，所以我把她当成好像姐妹这样。兄弟啦，他不能做姐妹啊，人家会误会姐妹。可是他自己也有女朋友啦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因为他跟他女朋友还没有公开，很多人就看到我们的戏讲说 ，Oh my God， 闪耀跟 Edwin， 希望他们可以在一起，还是他们已经在一起了？其实 Edwin 有女朋友，圈内都是知道的。对啊，然后他终于公开的那一天，我就去 comment 讲说，都跟你们说不是我了。沉冤得雪啊。OK， 然后你说Edwin 那个什么 Aden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然后我觉得我把他当成一个大哥吧。他会不会带坏你啊？应该不会，他的心很好，他非常有主见啦。对。然后因为都是年轻人，所以我很喜欢听他的想法。他太有想法了，你听他讲话都是对的，可是整个社会可能不允许他对。可能，所以我很喜欢听他的想法，然后他也会听我的想法，然后我们就一聊起来就可以聊几个小时，因为2个都非常有想法，就在那边一直聊一直聊。所以综合这几个人，玄跳刚刚讲说他不想要找圈内的男朋友，那你的择偶标准会是怎么样？我喜欢聪明、稳重的男生。都是内心的哦，你不在乎外表吗？不是很在乎。为什么？不重要啊。不重要啊。你现在觉得圈内最帅的人是谁？哇，我最近你就会得罪人？不会，我都觉得黄俊雄最帅。对。可是我最近跟阿五哥拍戏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帅。拍了戏之后，更了解他的人之后，我觉得哇，他真的很有魅力。好像他来到片场我真的跟他学到很多。
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跟一个这么专业的演员合作过。学到什么呢？比如说，我真的很好奇。他一个眼神 right 就可以打动到我了。他的内心戏很强，然后你感受得到，然后你演起来又不浮夸，就演得很舒服。芊芊，你说话没事吧？不要动我！他会带领对手演戏，会，然后跟他相处很舒服。是的。哎呀，而且他私底下哦，你认识他久了之后，他又会好像有点搞笑。我知道他是很顽皮对的。，然后我们可能女孩子看到会想说，哇，原来还有这一面，就觉得哇，这个人特别帅。小心白薇秀会抓你。你看你刚刚笑的眼神多可爱啊！我们这些小女生。OK， 好 Yeah 再来就是你的这些择偶条件会去问妈妈的吗？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，我一定会问他要妈妈同意，呀多呀，好啊！全天下的孩子听的。妈妈的主要条件可以占你 how many percent 主导权？其实我以前真的以为说，我开心就好嘛，因为又不是妈妈嫁人，是我嫁完。我以前就会觉得说，可能50%吧。可是我越长越大，我发现他的想法在我心目中非常有重量。生根发芽了，他已经 Yes，潜移默化的对让你知道了。所以一定有80%。如果他觉得这个男生不好，就算我觉得再好，我都会开始怀疑了，太成功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梅娇姐是怎么样教育神雕的？太棒了！你跟你妈妈之间的相处是怎么来的啊？妈妈给你的教育是什么？从小我就觉得我是他的朋友，好朋友，所以你跟好朋友之间什么都可以谈。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？ OK，他不凶，他从来没有打过我，他比较相信要用爱的方式来教育一个孩子，她会要求你吗？不会。比如说在学业，或者是你的人生的那个性的培养，可能个性方面他就会比较注重，可是学业方面他真的觉得还好。个性方面妈妈会怎么注重？他希望我可以是一个好人吧。哦，他就会念《弟子规》给我听。哇，说她念《弟子规》，你一生气，你妈妈就念，对，你当然乖啦，这么节俭良。没有，她念《弟子规》给你，对，他教我，可能就是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就会无意中跟我讲，哎，其实你这样子的想法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他就会引导我去让我的想法比较正面一点吧。妈妈讲的话你都听得进，是因为梅娇姐很会讲话， OK，我觉得第一是因为他态度很好，很轻柔。对，很轻柔。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我把他当成好朋友，好朋友的话你一定会听的。所以这个当然是一定从很小就要培养出对跟你这样的感情。对你对他有100%的信任。对即使你骗他，你说谎话，你做错事，都没有得到他严厉的惩罚。你看到他满满爱。对，可能他就会失望。然后如果看到他失望之后，我就会更过不去。他的失望怎么样？其实这个是母亲攻心计。哇，真的哎，他失望的脸哦，他就会OK，you can learn from your lesson。哇，那我就比打你还要惨。对比打我还要惨。你跟妈妈的个性两个相似吗？完全相反。我觉得我的性格比妈妈强很多。她是一个比较随和，是一个如果遇到什么委屈还是什么的，她就会讲说啊算了算了。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哎，可是妈妈从小会跟你讲算了。呀。可是我不会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着妈妈太委屈了，你是的受不了呀。啊。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因为从小我就跟妈妈相依为命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妈妈她的性格是比较弱的，那我就要强，因为你要保护妈妈。
这个是单亲孩子一定会有的一些小小的叛逆，跟你心中的一些不安全的感觉，很小就知道保护妈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从小就会想说，我长大后一定要优秀，一定要做得好，然后可以给妈妈好日子过。有人否定过妈妈是吗？呀，好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可能就是那时候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，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：“你这样子的教育方式，他是不可能，做得好的呀。”所以我就想要证明给那些对我妈妈有迟疑的人，证明给他们看，说他这样子的教育方式也可以培育出一个很好的孩子。在这一条路上面，有谁保护过你？妈妈吧，她也保护我妈妈是柔情保护你，呀。但是有谁用过最温暖的、最强壮的怀抱安慰过你？我自己呀。小时候有什么委屈是让你影响比较大，还是让你影响很大的一件事？可能小时候比较多不愉快，来自于我爸那一边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我还不到1岁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离婚了。可是因为抚养权在妈妈那边，我每个星期天还是需要去见我爸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挣扎。因为那毕竟感情不是很深，跟妈妈比较长久的时间。是的，我觉得我爸他比较凶，可能他爱的方式是一个小孩子不会比较难接受，比较难接受的。有些男孩子是不会 handle 这些情绪跟管理这些。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当中，你们也多久没有联络了？其实从小学5年级之后就没有联络了，所以是蛮长一段时期。你觉得他给你的是什么，或者是他少给了你什么？我跟他的印象比较深，可能就是他常带我去做运动，游泳啊、高尔夫球啊、羽毛球，全部都是他教我的，所以那一块是挺开心的呀。只是有时候他的脾气比较善变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生气。所以你从小就要察言观色，一个你很不懂，还还是很陌生的一个父亲。对，我就有跟妈妈说，我可不可以要求不要见他，因为每个星期天需要去见他，每个星期六我都非常紧张，所以那时候妈妈就有带我去见一位社工，我就跟他谈，讲说为什么我不是很舒服，然后不想要去见我爸，所以有一次就有蛮大一件事发生，然后就有报上新闻。那个时候就是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可能是他自己很有压力，然后刚好是差不多要考 PSLE 的时候，所以他就安排很多补习老师来给我上课。可能他就着急吧，着急希望他女儿可以做得好呀。可是那个时候可能补习老师就给他一些比较 negative 的 feedback， 就讲说哦，他的数学真的有点差，他就生气，所以他就来到我家的时候就有点失控，他最后变成一个 police case。 变成 police case 是因为他因为我被他打，然后就挺严重的，需要住院大概1个星期。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，好像去医院的话，对，他就会成为一个 case。对。可是之后就再也没有报道，I think因为那个法官就讲说那个孩子未成年，所以就要保护他的隐私。这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想法？害怕、非常害怕，生气，非常害怕。真的有没有生气我？真的是怕到我没有时间生气哎，因为我从小就很怕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可能精神上他突然间
not a good day for him， 就会有这样子的暴力倾向。妈妈呢？妈妈那个时候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打我打到我妈妈要进来阻止，他连我妈妈都要打，然后我记得我喊的很大声，我跟他讲说你不要打我的妈妈。妈妈怎么安慰你呢？那个时候因为它变成一个 case， 所以我需要上法庭去 testify，right？ 可是妈妈就 drop 掉那个 case 了，她就讲说她不要再上诉，因为她看到她的孩子压力很大。因为我每次需要见到他的时候，我都非常非常害怕。然后在法庭里面，大家都需要在，所以他就不想要再让我承受这样子的压力。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可能也要跟妈妈的好好的聊一聊，妈妈的慈悲，为了要让你更舒服的过了那个童年，变成那个恐惧可能没有被擦掉。呀，然后再加上那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有很多人他们也会问说，哎，你现在还有跟你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是呀，他们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严重。然后很多叔叔阿姨他们都会讲说，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你爸，所以不管他做什么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所以造成在我中学的时候，我其实自己觉得很内疚，我就尝试想要再去跟他和解，可是我就碰到他一两次，我心里的恐惧没有做。没有做，还很怕，所以我就自己疏远了。是因为很多时候家暴跟一些家庭的一些悲剧啊，不是外面人看的那么简单。但是我们是艺人，活在灯光下，很多人说你该原谅啊，你该见面啊，你不该恨，这个是世俗给我们的一个概念。但是如果你听从别人的话去做他们觉得应该对的事情 ，you are not ready yet。Yeah. I think even until now， 我现在25岁 ，I'm still not ready。你会不会觉得妈妈心中好像有点亏欠你的影子在？不会啊，I think 不会啊。为什么？把我带大可是有时候父母会觉得他少给你了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可能多多少少他会心疼。心疼啊。对，他会心疼我需要走过那一段路。可是我们自己也有沟通过啊，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业障，全部走过了，接下来就是好日子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看到你们母女俩真的越活越好，越飞越高。呀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妈妈？不会，我觉得目前为止让他可以蛮骄傲的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妈妈。呀，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去世之后，我还有什么目标。你这么全部都是为了妈妈。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啦，因为自己好，妈妈也会开心啊。然后谁想过不好的日子？当然就是希望我跟妈妈都可以过着好日子吧。希望给妈妈过什么样的日子？我希望也不需要哇非常好，像可以买大洋房给她还是什么的。其实我觉得她自己也不是想要这些东西的。我觉得可能物质上舒服，然后不用愁，这样子就很好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过得很开心、很快乐。OK， 好。轩宁，最后你的这个人生目标跟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？其实，好像我小时候想象的理想生活，我现在就在过了。我现在跟妈妈过得很好，我也有能力养她，然后我们都健康，都可以过着比较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至少她啦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给自己设定的目标。很好。20多岁了，就快点帮妈妈完成。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在公众的视野，或许她找不到幸福的另一半，但是她有你就好。呀，真的有我就够了。两个人刚刚好，不需要别人来打扰。对啊。OK， 但是自己呢？为自己的打算呢？我希望我都可以把接下来的所有角色演好。对，因为一个新闻，你就是想要大家看到说，哎，他演得不错，然后如果有什么好的角色，都有信心来给我演。是呀，然后接下来如果有本地还是国外的一些机会，我都想要尽力的把它做好吧。非常好。
那这边还想要再问你，就是你沈德今天已经几岁了25， ？25岁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自己小时候说的？我想要感谢自己这么努力，然后到目前为止做得很不错。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有起有落。我想要感谢自己都咬紧牙关的这样走过了，然后我希望未来我还可以保持住这样子的心态，然后继续把接到的角色都演好。有没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？我希望她可以活得很久，然后长命百岁嘛，哈。我希望她不要只是陪我度过，就是比较难挨的日子，可能就是以后的好命，她可以跟我一起分享。你心中是多么怕失去这个妈妈，so sweet 的一个女儿，所以生女儿生了一个小棉袄。梅娇姐，你这一辈子值得了，真的值得了。但是今天宣婷上节目，我还是要，我觉得以3个身份来跟你分析好了，就是以长辈的身份，我真的觉得我必须来讲，我很心疼你。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得到很多长辈的鼓励跟称赞，你因为真的做得很棒。你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你没有学坏，你也没有跑偏，而且你为了你的梦想非常的努力去奋斗，这是大家都非常认同的。第二点就是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来想的话，你妈妈是真的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。一个单亲妈妈要把一个孩子养育成人，社会的压力、家族亲情的压力是不简单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你妈妈看到你这样的成就，或者是看到你这么懂事，她也应该觉得心满意足了。再来就是跟过去告别，放下过去，勇敢面对未来。但是所谓的放下呢，是要去治疗它。希望以后你在回想过去的时候，是流下喜悦的眼泪，不要再害怕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制作组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。我们要不要奏乐啊？因为这个 So cute 噔噔噔噔噔噔，未来巨星要来了。噔噔噔，不会是小红星大奖的奖了？是个奖杯吗？不是，我们做不起，我们做不起。你可以打开来看，可以。哇哦！我觉得带他好像带小朋友，先拿一个礼物哄哄他，然后再一个礼物谢谢他，鼓励他。这个是明星专用水壶，然后这边还打了你的一个名字，Chantel是你专用。这是大牌艺人才有的哦，然后里面还帮你泡了一个玫瑰红枣枸杞，让你养生用的。玫瑰让你养颜，枸杞让你明目滋阴，可以吗，钟医师？谢谢。OK， 谢谢Chantel，谢谢大家要努力的多多爱护它，我们的新奇之秀，谢谢。家里谁煮？洗衣服谁洗？妈洗。做家务谁做？ Depends， 可是大多数都是他在做。洗完衣服谁折？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折一下啦。玻璃打破，妈妈剪还是你剪？我剪。这个就长大了，因为它有老花，等一下不小心弄到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